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21号。上周比特币市场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价格急剧下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波剧烈的调整中，发现鲸鱼买盘是再次浮现。今天视频来做一下重点跟踪，包括6月以及3月波段低点几只鲸鱼目前的动向。或者一会儿也来解读一下比特币 RSI 指标在这一次暴跌中是创出近4年的新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否预示着比特币未来走势将迎来重大的变化？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一谜题。国语讲得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同时提醒新粉丝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机器人交易简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图表前2天也是有跟大家提醒 OKX 这个低点它是比这个低点要低，而且周线里面指标是有背离，就类似这个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的时候，就是很难得的周线里面有看到这种背离的结构，不至于这么恐慌。而且最近也是有发现鲸鱼在这个位置是有做买入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链上钱包排名前100的地址，等一下会把这个链接放在简介里面可以留意一下，在这一波崩盘的这几天流入的钱包，像这几个参考性并不大都是交易所的地址。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这边有一只鲸鱼是在36枚，它是转入了23000多枚，不排除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波崩盘的点位是不是在做买入的动作，因为它是首次就是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个钱包地址，是在8月19号首次转入了23000多枚。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还有一只鲸鱼可以留意一下，好像有一只1万枚的79枚的这一只鲸鱼，也是首次在8月18号转了1万枚的比特币。个人观点不排除就是鲸鱼在利用市场恐慌的情绪下，在低点的位置是在做买入的动作。这2只鲸鱼都是在8月18号左右所以希望大家后面也要去留意这2只鲸鱼。然后我们再跟踪一下比特币还有几只鲸鱼比如说6月份当时波段也是跌到 25K 的位置，比如说这一只66名的鲸鱼最近好像也是有在做买入的动作，它目前持有是12000多枚。我们记得时间当时就是在6月11号的时候，这几只鲸鱼也是在波段相对低点的位置 25K 附近是做买入的动作，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卖出的动作。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6月份还有一只鲸鱼比如说57名的这一只鲸鱼也是持有了15000多枚，当时首次进入的时间是在6月19号。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还有一只鲸鱼也就是在3月份当时硅谷银行危机爆发的时候，有一只鲸鱼是进了3万多枚，就是28名的这一只鲸鱼，它首次进入的时间是在3月8号，目前3万枚还是3万枚。所以这几只大鱼后面要不断去跟踪因为都是在波段相对低档的位置，6月份就是这个区间，或者是3月份硅谷银行就是在这个区间。几只大鱼是不是在买入，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仓的动作。包括这一次的大跌，既然是发现链上的数据鲸鱼有可能就是在做买入的动作，那我们身为散户，你就学着主力来逆向操作，涨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追，跌下来的话那有人在买的话，我们就跟着一起做多，或者是波段的这个位置，你如果倍数比较高的话，我的观点是反手设一个，然后给我报成长线。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现在也是有看到指标是在背离周线的指标是在背离当时的这个位置也是指标在背离，包括2019年的这个位置，从这个低点2个低点指标是在背离，后面疫情爆发的时候是2个背离到3个背离，所以最终方向也是往上去看。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这个 RSI 指标，因为有发现它这一次崩盘 25K 的低点 RSI 指标是破天荒的来到接近18的一个数值。那前面的 RSI 什么时候有见过这么低的 RSI 指标？可以去留意一下，当时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的时候，它这个低点RSI 指标都没有比这一次的 RSI 指标低那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 RSI 指标接近20下方的位置，是在3到4年之前当时疫情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 RSI 指标的一个数值，是在10几15附近
就是这个低点，当时比特币价格是在3000到4000附近就是这个 RSI 指标跌到20下方15附近。然后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当时它的一个结构是怎么涨上去的，就是这一根大跌。昨天的视频有跟大家讲，如果是一个波段里面看到这么大的大长 K， 估计就是有人在恐慌，你应该站在胜者的一方，不要在恐慌的结构下还在恐慌。而且指标在这么低的位置，就是在非常非常超卖的位置。那我们身为散户，你就是要顺着主力，主力在这种位置是敢大胆接仓的。你要战胜整个市场，就是在别人在恐慌抛售的位置，要大胆的跟着主力。主力是在这种点位是肯定敢买的。然后我们再留意一下这一个指标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位置，也就是19年的这个低点，也是来到20下方，非常超卖的一个区间。它这边上去以后还有一次挖坑的位置，这边是走了一个背离，像这种点位可遇不可求但是就目前那个情况，我个人观点是它不同于19年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底部因为当时整个趋势是向下的。目前趋势我的观点是中到长线都还是向上的结构，不一定会像19年这个位置。它指标来到低点位置以后，价格重心还是会下移，或者是后面走成背离。不过就整个中长线来看，这个位置它最终也是确认底部就是底部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还有一个非常低的位置，这个是19年的，上一次比特币 RSI 指标有这么低的位置，也就是2015年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也就是比特币2015年最低的那个低点价格是在$160附近，当时这个 RSI 指标也是破天荒的来到多少？我们拉近一点来观察，这个位置低点是在16RSI 指标是在16附近，后面最终也是确认底部。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几个低点的位置，它也是波段里面这么大的一根长 K 线，它是更强势就是第二根马上遇到一根多方的抵抗，连这一根开盘价附近都要收掉。不过后面有直接这样子微上去吗？没有它后面是在10天左右还有一个2次低点的回踩。所以就目前的比特币，我个人观点也不排除，如果还有一个高点的位置，你要留意一下它还有没有一个2次的回踩，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它已经早就2次回踩，这是2次或者是3次，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倾斜的上去？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也就是这一根大暴跌的 K 线，以前的一些底部的位置或者是波段低点的位置，像这种大跌最强势的一个情况就是它马上来的一根多方上涨抵抗的 K 线，没有穿过一半也必须要收在这个实体里面。不过昨天视频是有跟大家讲到，像这种长 K 的 K 线，你第二根收缩，第三根再收缩，而且这边也是有一点感觉重心在上升。那我的观点是，就是我们要留意它到底会不会还有2只脚，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一些底部的位置，比如说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的时候，这一根大暴跌的 K 线，它第二根上涨会再踩2只脚，或者上去踩3只脚，也是不排除就是类似目前这个区间20天左右，到时候比特币会不会强势上去？就目前的位置，我的观点也是一样，这个位置看会不会稳出一个区间，因为目前是8月21号，还有10天，然后9月份会不会再整理1个月？到底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往上去进行一个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